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关键指标，它不仅反映了国家的经济规模，还能映射出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GDP 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府政策、国际贸易、消费者消费习惯等。例如，当一个国家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时， GDP 可能会因此而增加。反之，经济衰退或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可能导致 GDP 的下降。GDP 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指标，它还直接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例如， GDP 的增长通常伴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 GDP 的下降则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理解 GDP 的成分和它如何运作，对于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环境至关重要。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些主要国家如何使用 GDP 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例如，美国和中国如何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或放缓经济增长。我们还将分析这些政策的成因，比如应对经济危机或促进长期经济稳定，并探讨它们对经济和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探讨 GDP 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时，我们不妨以美国和中国两个经济大国为例，来深入了解他们是如何通过政策手段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首先，让我们看看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经济遭受了重创，失业率飙升，股市暴跌，许多企业陷入困境。为了应对这一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实施，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证券来增加经济中的货币供应，旨在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结果，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稳定了经济，尽管也引发了对长期通胀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2009年，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规模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税收减免、增加政府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等。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并最终推动 GDP 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在应对经济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历史性的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这一计划重点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和企业税收减免。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国内消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激增，同时也引发了对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担忧。此外，这种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也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通过上述两个国家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面对经济挑战时会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不仅反映了各自的经济状况和政策取向，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也暴露出各自的问题和挑战，提示我们在追求 GDP 增长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具体的案例，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 GDP 这一指标背后的复杂性，还能认识到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量。这样的洞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经济现象，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分析了美国和中国为应对经济挑战而实施的政策后，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些政策带来的经济转变。在美国，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计划的实施，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从2009年到2014年，美国的 GDP 逐渐恢复增长，失业率也逐步下降。特别是在量化宽松政策下，低利率环境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复苏，消费者信心得到恢复，企业获得了更加宽松的信贷环境，创新和投资活动有所增加。然而，这些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例如资产泡沫的风险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同时，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对储户的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成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则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这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些投资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建筑业、钢铁业和水泥业等。短期内，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这种高速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问题。例如，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导致了一些地区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的增加。同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紧张等问题。美国和中国的经验表明，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于应对危机和推动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它们的长期影响需要通过持续的观察和调整来实现最佳效果。政策制定者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整体福祉。这些经济转变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首先，它们显示了政策制定者在面对经济挑战时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和灵活调整的重要性。其次，它们也提醒我们，经济增长不应仅仅关注数字的提升，更应关注增长的质量和对社会的广泛影响。最后，这些案例还展示了不同国家政策选择的多样性，以及这些选择如何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制。通过对这些政策实施后经济转变的观察，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 GDP 作为一项经济指标的深层含义，以及它如何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这也为我们今后在面对经济波动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做了个投票贴，欢迎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广大网友看到该有的普世价值观。投票地址置顶在评论区。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不仅对其本国经济产生影响，也对全球经济产生显著的连锁效应。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便是这一现象的生动例证。以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例，此政策不仅提振了美国国内经济，还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低利率环境导致了大量资本流向寻求更高回报的新兴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也给许多新兴经济体带来了挑战，如货币升值、资产价格泡沫和热钱流动性问题。此外，当美国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一些依赖外来资金的新兴市场经历了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促进了全球商品市场的繁荣，尤其是对铁矿石、铜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大增，这直接推动了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对高科技和消费品的进口需求也带动了欧洲、美国等国家的出口增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这些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也面临着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美国和中国的政策决策不仅影响了全球经济的总体走势，还影响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格局。例如，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其他国家的声音和利益往往难以得到充分考虑，这引发了一些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的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日益增长影响力，也使得更多国家开始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并在国际事务中寻求与中国的协调和合作。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变化上，更体现在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模式的演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上。因此，理解和分析这些政策的全球影响，对于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制定有效的政策应对策略，乃至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紧密联系，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变得更加重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都不再是孤立的，它们的影响和后果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考量。这不仅是对政策制定者的挑战，也是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考验。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才能有效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推动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